多年努力後，趙麗穎也未曾料到，如今33歲的弟弟竟成為了她的救贖。趙麗穎與弟弟趙建飛展現了成熟親情的典範。她闖蕩娛樂圈，扛起經濟重任；她扎根實業，穩守家庭後方。面對爭議，她淡然前行；當孩子隱私被侵犯，她果斷捍衛。姐弟分工明確，互不越界又彼此支撐。真正的親情不是捆綁利益，而是無聲處拖住對方的人生。到2026新年伊始，趙麗穎再次成為話題焦點，原因挺別致的。一方面是她的新劇《小城大事》正火熱播出，她在劇中飾演基層人物，穿着樸實，台詞接地氣，粉絲紛紛說她把角色演得挺入戲的。不過另一頭，大家也在聊她之前那部劇，結果被某平台點了名，評價不給力，熱度一炒，話題也就跟着出來了。換成別的明星，面對這種口碑兩極的情況，通常會引發各種解釋、反駁和控評的操作，可趙麗穎卻挺淡定的，感覺像是早就習慣了似的。有一次直播的時候，她說過一句，大致意思是無論好壞都要接納，繼續往前走，還提到了家裡人的支持。不少人一聽到家裡人，大多會想到孩子，但在趙麗穎的情況裡，家裡人的重點其實還得包括另外一個人，就是她的弟弟趙建飛。這個名字在娛樂圈裡不算常見，但在她的生活中卻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。趙麗穎的出發點並不算特別神秘，她的父親是基層民警，母親在商店打工，家庭條件平平，姐弟倆在農村長大。這樣的家庭背景，要想闖入娛樂圈，靠的多半不是資源，而是堅持和一點勇氣。她剛到北京那會兒，日子過得並不算輕鬆，沒有專業的培訓背景，也沒有什麼關係幫忙推一把，接到的角色大多都算邊角。拍戲既考體力，也折磨心境，雖然能忍受辛苦，但看不到前途，才是最讓人難熬的。許多人只記得她後來一炮而紅，卻忽略了她在走紅之前那段漫長的無名歲月。那段時間沒有鮮花，也沒有掌聲，只有日復一日堅持完成的拍攝通知單。就在那段日子裡，家裡有人一直在暗中分擔，趙麗穎負責衝在前線，而趙建飛則一直守住後方。聽着這分工好像挺 straightforward， 實際上操作起來可不那麼容易。娛樂圈裡常看到的狀況就是一個明星一火，全家都得跟着沾光，甚至還會有親情綁架、財務糾紛啥的出現。趙家姐弟的路子不一樣，趙麗穎越忙，回家的頻率也就越少，家裡越需要一個能把瑣事處理得井井有條的人，而趙建飛正是那個能把雜事變成常態的人。趙麗穎一火起來，大家總會聊到她弟弟，總離不開一句老話題：為什麼不把弟弟也帶進娛樂圈呢？這種疑問看起來挺合理的，實際上是在資源交換的角度裡考慮親情。大家腦海裡都覺得姐姐是大火明星，弟弟就應該搭上紅利，可趙建飛偏偏不按這個套路辦。根據公開資料，趙建飛之後在上海開始發展，進入了企業體系，逐步晉升到管理崗位，後來還成立了公司，甚至獲得了工程系列生態環境專業的高級職稱。這些關鍵詞湊到一塊兒，基本可以看出他的路線偏向實業和專業領域，顯然不是靠露面混臉熟的娛樂圈道路。這也能說得通，娛樂圈曝光度高，收入自然豐厚，但也伴隨着更多的危險。趙麗穎自己在圈裡摸迷打滾，罪名啥是常態，流言蜚語、誤會誤解被放大檢驗也不足為奇。他真捨不得讓家人捲進那一套規矩裡。趙建飛顯然更適合另一種生活方式，踏實又可控，離那些聚光燈遠一點，總不會出啥亂子。外人看呢，是覺得姐姐沒怎麼幫弟弟，其實實際上兩人是一起商量着各走各的路。
趙麗穎負責家裡的經濟狀況變得更好，而弟弟則照料家庭的日常瑣事，兩邊都各盡所能，又不越界，也不會相互拖累。這並不算冷漠，恰恰是一種成熟穩重的親情模式。不少人誤以為明星的生活都是風光無限，因為收入高，生活就一定輕鬆愜意。不過，對於像趙麗穎這樣從底層一步步打拼出來的演員來說，金錢儘管能滿足物質需求，卻無法減輕心理的壓力和負擔。她的壓力來源挺複雜的，作品有沒有火，成不成功，輿論的起伏，拍戲的強度太大，還有家庭角色的轉變，都讓她感覺挺壓抑。尤其是變成媽媽以後，生活裡多了一件事變得最重要，那就是孩子的安全感，要照顧得妥妥的。到了2025年下半年，趙麗穎明顯少參加公開活動，幾乎退出了公眾的視野。這也讓外頭傳出了不少猜測，有人說她準備隱退，有人認為她的狀態出了一些問題。後來有媒體曝光了孩子的正面照，掀起了不少爭議。趙麗穎回應得挺堅決的，通過工作室發出聲明，明確表示不希望未成年人受到打擾。這段話非常重要，揭示了趙麗穎更真實的一面。她不再僅僅靠忍耐來維持體面，而是在邊界被觸及的時刻，能夠立即挺身而出，保護自己的孩子。不過，隨之而來的難題也不少。當她把全部心思放在孩子身上時，實際上就得依靠一個穩妥靠譜的家庭環境作為後盾，父母的照料，家裡的事務都得打理，種種瑣碎的事情不會因為他是明星就自動省略。這時候，趙建飛的作用就展現出來了，他不用在網上幫姐姐發聲，也不用刻意刷存在感，只要把家裡看好，讓趙麗穎在外面經歷風浪時還能有個歇腳的地方，就算是完成了任務。這種看不見的付出，才是真正難以被替代的。要是想找個說清楚趙家姐弟關係的關鍵點，2016年趙建飛結婚那天挺合適的。那天趙麗穎放下工作，回到老家，沒有什麼明星的架子，也沒讓婚禮變成媒體轟動的場面。她更像個普通姐姐，忙裡忙外操辦，一時情緒難捺，幾次都忍不住落淚。他對弟弟說的重點不是那種祝你幸福的空話，而是真心實意的囑託，家裡的老人以後就得靠你照顧了。這話聽起來像是一種壓力，但其實是一份信任。把父母交給弟弟，說明他認可自己長時間在外沒辦法完全照顧，也意味着他相信弟弟能夠扛住這個責任。弟弟和弟媳把捧花遞給姐姐，這一舉動更像是在回應，表達出我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，你可以放心了的意思。這樣的互動，不是姐姐單方面幫弟弟，也不是弟弟單純依賴姐姐，而是兩個人成熟的大人之間彼此成全、相互扶持的關係。回到2026年開年的那次輿論風波，小成大事挺不錯的，主要是他把握住了一個適合自己的人設，也有他願意深入挖掘、肯花心思的原因。為了貼近基層，他親自去體驗生活，幹農活，浸在泥漿裡，下水泡泥，把那些細節都表現出來。觀眾喜歡的不是他的外表有多漂亮，而是那份不避讓、不遮掩的真實感。與此同時，在人間引起的爭議還沒過去。關於排行榜上的評分、播放量的差距，總是被拿出來反覆議論。在流量的玩法裡，明星的隨時證明自己永遠領先。但趙麗穎沒有被這種套路牽着走，她的態度很堅決，優秀的作品繼續努力，不佳的評價也不在意，照樣向前衝。這種淡然，說到底並不是一下子變得佛系，而是因為她的生活找到了更穩靠的支撐點。孩子在身邊，家裡有人幫忙打理，父母也不用她操心，弟弟在專業方面也能獨立應對。她終於不用把所有擔子都扛在自己身上了。
更關鍵的是，他不再需要靠別人的喝彩來證明自己。一個人真正堅強，往往不是因為別人誇得多，而是因為清楚自己還有退路，明白自己不需要靠討好這個世界才能過日子。趙建飛其實也是他的後盾之一。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趙建飛後來事業不錯，擁有公司和職務，才成了姐姐的底氣，可實際上並非全然如此。一個人成為另一個人的救贖，並不靠他的社會地位有多高，而看他是不是值得信賴，是否能保持穩定，以及是否願意長久承擔責任。趙建飛的意義不在於他是個企業高管，而是他10幾年如一日，把家庭那份責任一直守得穩穩當當的。不少家庭裡的衝突，不是因為大事情，而是因為那些瑣碎的小事沒人去幹，也不是說不愛對方，而是責任一推再推，誰都不願意操這份心。趙家姐弟之所以讓人覺得挺不容易的，主要是因為他們把責任劃得很清楚，也把界限守得挺牢靠。趙麗穎在外面拼搏，努力提高家裡的生活水平，趙建飛在裡面負責維持秩序，這樣他就不用為家裡的事情操心了。兩邊的界限很分明，所以感情反而變得更持久。